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在場嘉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邱敏寬，寬哥。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才喊勝利，就是立刻翻車了。今天會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動作，100枚的導彈射穿了以色列之外，還有亞馬遜的雲端金雞母也遇襲起火。納坦雅胡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請來賓也會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等一下會來特別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灣時間發表全國的演講，大喊是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那麼沒有想到呢，他的演講才剛結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規模的彈道飛彈齊射以色列，這是公開打臉美國川普所說的戰果嗎？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關心，伊朗聯手了包括真主黨、胡塞組織攻擊飛彈基地，還有它的航母亞馬遜雲端設施，戰爭現在是已經變成全面來對抗美國體系了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美國跟以色列持續的打擊民用的設施，反而是激起了現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內部全民動員起來了。但是在此刻呢，納坦雅胡突然間改口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任何的威脅了，這是在為接下來要撤退。難道納坦雅胡是在鋪路嗎？今天會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等一下我們會來持續的關心川普在早上發表的這場演講，他在這當中呢，其實有說到他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但是剛剛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臉了。我們來看到伊朗具體做了什麼事情呢？一共是發射了大約是10枚的彈道飛彈，是創下開戰以來對以色列的最大規模齊射，瞄準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區。好，在這一場行動正式的已經攻擊之前，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伊朗還祭出了真實承諾4的第89波行動。這一次的行動不是單獨的，他還聯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創下開戰以來最密集，同時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報復性的打擊。我們要趕快來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規模創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擊，超過了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無人機編隊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彈同步齊射，範圍主要涵蓋的就是從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區。打擊的目標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多，有軍事目標，有經濟上的一個很重要的據點，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維夫在內，美軍基地裡面還包含了巴林，還裡面有80名的美軍的地點也遭到了精準的打擊。再來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軍直升機也被摧毀，阿聯酋美軍指揮中心這邊也遭襲，而且最新傳出一共是37人在這一場攻擊當中死亡。航母呢，林肯號戰鬥群也是遭到無人機威脅，因此只好移開了。再來就是科技戰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亞馬遜雲端設施也遭到了攻擊，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擊力道還是非常非常強勁的。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將軍了，川普不是才說嗎？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能力，為什麼伊朗是立刻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擊？是打臉川普嗎？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動，還結合了真主黨跟也門胡塞組織等等一同開火，對於美國跟以色列的傷亡，可以說看起來已經規模越來越大了。伊朗為何现在看起来越戰越強？李將軍怎麼看？其實伊朗不是打臉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腳。我們看到這次這個真實承諾第89波的打擊是非常劇烈，超過100枚的重型導彈，還有攻擊型的無人機發動攻擊。那這些攻擊準備絕對不是在川普講完話之後才開始做攻擊準備，而是在前一天已經做好各種的攻擊準備。這個導彈的彈道啊，或者說相關的數據都已經輸入進去，這個目標也都瞄準好了，只等你川普講完話以後，我就發起攻擊。那我覺得這代表什麼？第一個，這個伊朗早就看破這個川普的手腳，甚至於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講什麼話。如果說伊朗對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講會有所期待的話，他不會在昨天甚至之前
就已經準備好這麼龐大的攻擊，這麼大量的攻擊，事實上你要事前這個攻擊準備的時間要一定要很長的時間。那我們看一下川普今天講話到底什麼內容會讓伊朗就看破手腳？我想說不只是這個伊朗看破手腳，連我們都覺得對他這場演講這個沒有任何了無新意，沒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講這些話。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勝仗了嘛，他的川普贏學，他打了勝仗，摧毀了伊朗所有的这種，包括到軍事設施，包括他的導彈，摧毀他，讓他永遠沒有辦法發展核武另外來講，他還講說是這個也讓伊朗來講新的政權可以更替。那第二個，他就是威脅其他的國家，威脅第一個國家叫做北約他的盟國，你們這個如果說不幫我們沒關係，以後來講我就要退出北約。那如果說你們需要用這個油的話，你們自己去荷姆茲海峽去搶去奪。那如果你們不敢去的話，就來跟我美國買。那第二個，他威脅的就是伊朗嘛，他揚言要如果你伊朗这個不接受他的这種和平協議的條件的話，他要在2到3週之後將伊朗打成一個石器時代。但是我們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據這些話，他就立刻發起所謂的攻擊。那我認為這個川普會講這些話，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說，這個伊朗早就看穿川普會發言的內容，早就做好這個這次攻擊的準備。是。那我稱之為這次攻擊，在我們軍事上這叫什麼？你知道嗎？這叫擴張戰果是一場擴張戰果的攻擊行動。之前他已經將美國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講這些話很明顯的，他就是準備要脫身了，從這個伊朗戰爭裡面脫身。但是這個伊朗這時候你脫身，就代表說你美國這場仗如果繼續要打，你可能美國已經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這個不能說是敗戰吧，最起碼你後繼無力的狀況之下，我擴張戰果。這時候很明顯，我們看到伊朗這時候會發動這麼大一次打擊，很明顯的就是擴張戰果。那川普後續來講，我認為這次很明顯，川普就很難從這個戰爭的這個泥淖裡面能夠脫身。會拖住他不讓他脫身的，我覺得最起碼有3個地區或國家會不讓他脫身。第一個就是伊朗他就繼續打你包括打擊你中東地區美軍的基地，打擊你以色列，讓你美國沒辦法脫身。第二個來講，我覺得會讓川普沒辦法脫身的國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說你美國走的話，這納坦雅胡他自己獨自要面對伊朗的導彈，還要面對北邊黎巴嫩真主黨，還有南邊胡塞組織的攻擊。就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講的話，我覺得它的這種國土縱深有限它很多戰爭資源已經投入這場戰鬥裡面，它的攔截導彈數量也快要庫存見底。那如果說是美國脫身納坦尼亞胡真的會哭暈在廁所裡面，他會不曉得怎麼辦。那第3個我覺得會不讓美國脫身的國家就是波灣這些國家這些國家我們看到昨天等一下我們也會討論到，包括阿聯酋，包括這些國家，他們都說要參戰。其實很明顯，因為我將我國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國，那你美國這個惹起這場戰爭之後，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個跟爛尾樓一樣的戰爭，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後你叫我們自己獨自怎麼去面對伊朗？我們本來跟伊朗還可以大家和平相處，大家共用波斯灣，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茲海峽。那你美國惹了這場禍之後，那以後我們波灣這些油我們怎麼樣通過荷姆茲海峽？所以波灣這些國家也不會讓美國脫身。所以川普現在陷於這個進退失據騎虎難下一個局面。好，這個美國現在看起來在這場戰爭裡面是脫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趕快的自己個人就宣布了勝利。那一方面呢，我們看到伊朗持續的擴大它的戰果。剛剛講了嘛，除了持續的轟炸美國相關的軍事的設施、它的基地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經濟的重要命脈。剛剛特別提到的，包括了亞馬遜雲端設施，它都敢碰這當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當中。還有這一場攻擊，剛剛提到了，一共是傳出阿聯酋美軍基地37人死亡。現在看起來這場戰爭美國難以控制了嗎？寬哥怎麼看？來跟各位談過去在老軍武時代的時候，走的是飛機，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過去的話，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萊茵金屬等等的，這個叫做老的軍工股。但沒有想到現在的軍工股呢，成為了 AI 了。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來看這次的一個戰爭這次的一個戰爭，如果我們去把美國目前所用的一個戰術點線面全部都打開的話，空中的部分的話，它是在用低軌衛星，用的是星鏈的特殊的軍規的光波傳輸系統。然
然後往下走的話就有預警機，然後一層一層的往下走。那這是在推演的過程當中呢，想不到過去在做軍事的一個推演的話，是幾千名的軍事顧問，他們就逐步的沙盤推演，用了幾個月的一個時間，然後去把軍事計劃擬定出來。但這次呢就很剛好，各位有沒有發現為什麼時間點是在2月27號當天呢？原來根據 Palantir 的一個演算啊，那 Palantir 是怎麼演算呢？以色列他們就駭進了德黑蘭他們的公路系統之後，他們整整匯集了10年的資料。他們匯集了10年的資料的過程當中，就把各個車隊，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軍事的人員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來之後，然後摩薩德他收到了一則訊息，這則訊息就是在齋戒月的中間，請各位記得2月的時候剛好是在回教的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飯的，但是公務還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們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當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兒，有他的女婿，還有他的孫子。然後所有的軍事人員全部都進去之後，想不到美國跟以色列這時候出擊了。出擊完之後，各位你就想，哈米尼當場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軍事將領死亡。所以後面為什麼伊朗會反擊？反擊的過程當中，他們就現在簡單的說，第一件事情先做一個小總結。現在新的軍武時代 ，AI 已經是軍武了。為什麼呢？原來 AI 可以判讀很多事。但中東這件事情來到這地方特別的麻煩。為什麼特別麻煩呢？我們台灣在 AI 當中是台灣 AI 冠天下，可是我們的冠天下是硬體冠天下。AI 它的應用當中就是用這些硬體去衍生出很多的一個軟體，做出所謂的 AI token 之後，它會有很多的應用。那這次應用當中呢，剛好在阿布達比，它有3座Amazon的資料運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輝達有一組研發中心 ，Intel 它還有2座晶圓廠。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發現哦，為什麼後來杜拜跟阿布達比被攻擊完之後，哇，這個出現的問題非常嚴重了。為什麼出現問題非常嚴重呢？現在有幾個問題，我先談2個。第一個，未來的資料中心旁邊要不要放愛國者飛彈？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個，這是因為現場被攻擊完之後，台灣的工程師已經回來了，所以大家有在網絡上聊聊的過程當中，因為台灣去修復的工程師他有說他們就說這個以色列的無人機還真的挺厲害的。為什麼呢？一般的資料中心它是非常堅固的，為什麼很堅固呢？裡面的機台動輒一台是400萬美金，一次的一個陣列各位是幾百台，所以裡面很珍貴。可是很珍貴，因為裡面有很大的電、很大的熱，所以它必須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來，幹嘛呢？散熱。所以這些散熱系統呢，他們無人機就是飛過來。各位，他們當場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後下來，砰的一下就把這些所謂的散熱系統全部打壞了。然後全部打壞了之後呢，第一件事情跟台灣求救，所以我們台灣有4間大廠，瞬間派出了幾十名的工程師就出去了。所以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來看是真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台灣包括了電源的，我們不指名公司散熱的公司趕快去救。那救了之後，他們目前說趕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復的時間需要到1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可是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是標準型的打蛇打7寸。那為什麼呢？無人機如果去攻擊它那個水泥系統的話，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呢，我們做這一段的小總結什麼叫做這一段的小總結呢？本來美國跟以色列他們在軍事的實力，在科技的一個實力，我們說真的是遠遠超過於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難啃啊，為什麼難啃呢？伊朗的一個國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萬，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軍武，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當中。但就現在來說的話，決定權控在停戰的決定權控在伊朗的一個手上。就最簡單的，現在美國說陸軍要進去，各位，單水面上那3000多顆的水雷，誰來處理？所以一時半刻，很多人都想說戰爭要結束，戰爭要結束，沒有想到星期4的一個早上，川普的一個演講，真的是給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場還是亂。所以再跟各位談目前可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戰的決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戰的國家是誰？是以色列。所以呢，我們現在來持續看到，那美國跟以色列又持續的在發動攻擊。剛剛講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斷的發動攻擊，但是美國跟以色列最新攻擊的目標已經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設施裡面去了。當然了，引爆的就是伊朗現在內部全民動員，包括了這個總統，我們看到畫面了，總統跟他的外長現在是也不擔心被攻擊嘛，他們就直接走到人群裡面去強化這種全民抗戰的氛圍，在伊朗已經全部掀起來了。那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他也最新發表言論，他說呢，在對這場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他也坦言，確實啦，以色列
也造成了不小的代價。但是他認為說，伊朗已經不再構成生命威脅了，這個是在為自己找退路嗎？為什麼這麼講？那賴老師又怎麼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伊朗的政權的一個結構，跟美國以色列這一次的攻擊有沒有產生這個正負的一個效果。原本美國跟很多國家、很多的所謂的專家都誤判，認為說這一次以色列跟美國的攻擊可能會讓他的反對派起來，就把這個政權推翻了。當時川普也是這麼說嘛，川普也特別說：“哎呀，你們這個要走上街頭，接管你們的權力取代你們的政府組織，就等於是推翻嘛。那我們美國的軍隊馬上就來了所以你們準備迎接王室的到來。”這個當時美國的川普也是這樣做判斷，但是《紐約時報》講了一個很實在的話，說反對伊朗政權、想把伊朗政權推翻的大概就幾百萬人，可是伊朗有9300萬人那你就幾百萬人，等於是8000多萬人，他並沒有要把伊朗的政權推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伊朗的民眾裡面有沒有很多對政府不滿的？很多不然的話不會一口氣就這麼多人走上街頭示威抗議，只因為手機變貴了物價變高漲了，然後就有很多人走上街頭，對政府不滿，對國家不滿，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這個至少有幾千萬人跑不掉。可是問題就在於，當這次美國跟以色列把小學的小孩子殺了，炸了這麼多的民用的設施，炸了這些發電站，炸了這些連續1個多月來的國際上的不正義之戰，也就是沒有經過聯合國同意，沒有經過國際社會，違反一個國際法，去侵犯一個國家主權，然後去殺害孩子、殺害人民的這樣的一種行為，這個伊朗人民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換言之，也就是說，只要誰站在美國這邊，誰就是叛國賊。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們的聲音也沒有了，因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國政府去殺自己的人民的話，他們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國內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國、以色列勾結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國跟以色列的這1個月的軍事行動，剛好幫伊朗的革命衛隊鞏固他們的政權？也幫小哈梅內伊鞏固他們的政權，所以現在還有人幻想說，哎呀，他們要推翻他們的政權，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實際，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對內塔尼亞胡來說，他這場仗已經打不下去了，他也沒辦法再拉住美國的手了。為什麼？因為他內部的經濟狀況出了很大的問題，他的 GDP 已經退了大概8.75左右，這第一個。第二個，他的財政破口越來越大了。他又追加這個軍事預算100多億美元，但是問題就在於他的財政收支不平衡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重，所以經濟狀況越來越差，財政收支越來越嚴重，打的到現在沒有任何效果，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再加上國際間被孤立，還有就是美國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說再拉住川普說你就是給我硬幹到底的話，那坦白說，你觸到白人的那一條底線，那在美國的猶太人，他基本上沒有生存空間。美國的猶太人能夠吃香喝辣的，是因為白人的那個底線不能碰觸。可是當白人要翻臉的時候呢，你猶太人還是要乖，你的底線就在那裡，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臉的時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線，那就翻臉了。翻臉在美國的猶太人會很慘，所以美國的猶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權，只有錢。可是，一旦他沒有軍隊，他沒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臉的時候，那就是把你抓起來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個人是認為，以目前來看，內塔尼亞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該拉，也不應該拉，所以他現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說您決定，您是老大，您說了算。所以您會發現，他那個內塔尼亞胡現在的講話越來越軟調。越來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國際間孤立，所以他就說：美國你老大，你川普你決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繼續打，反正您說了算。所以您會發現內塔尼亞胡在為他自己準備一個下台階。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國去，他也在準備自己以後要跑路吧。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我們來繼續關心川普說的這個史詩級的狂怒，這個是虛張聲勢嗎？我們也要來看到的是美伊的戰火在升級之下，現在呢，海灣國家首個國家他宣布他也要參戰了，可能會來參戰的就是阿聯酋。那阿聯酋他一旦參戰了，其他的海灣國家會不會也看到他們覺得這個美國已經不可靠了，決定一起跟着阿聯酋來參戰呢？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東時間4月1號，台灣時間的早上9點整，川普發表了這一場長達19分鐘的全國演說。好，當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這個演說上面不斷的吹說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個勝利等等。他把這個他所做的這個攻擊包裝成一場乾淨利落的閃電戰，並且呢，他說接下來2到3週的時間，美軍會對伊朗來展開極度猛烈的打擊，要把伊朗打回到過去的石器時代。川普趕快也來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說都是自己所做出來的戰果。首先他說，伊朗現在的海軍已經灰飛煙滅了，空軍也是廢墟，國家領導層遭到殲滅，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系統被瓦解，還有飛彈與無人機的能力已經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這樣嗎？等一下我們會請來賓也來幫我們看一下他所說的戰果到底達成了多少。立刻呢，我們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臉了美方哦，他說美國其實並沒有單方面的碾壓，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仍然持續在波灣跟以色列發動各種的攻擊，以色列也針對德黑蘭的政權據點持續的打擊。他說雙方啊現在仍然在持續的交火，這是來自於路透社最新的一個回應。那麼《華爾街日報》也立刻揭露了，說川普啊在自家社群上面說呢，伊朗的新任領導已經提出停火，但是事實上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來針對美國總統川普最在意的石油問題，他這一場演說上也有做了一些回應。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他說美國未來不會再從荷姆茲海峽進口一滴的油了，還嗆他的盟友們說，好，你們要油可以啊，但是你們自己去奪，自己去搶，自己去保護你們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國來買油。然後呢再來就是看到了，其實現在這個媒体也特別點出了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沒有要解決，就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油價狂飆，民眾苦不堪言，川普都沒有解決，還有包括了這個經濟上面，在戰後的一個經濟的後果，通通都避而不談。好，更嚴重的問題我們要來看到了，現在呢，這一些傳統的共和黨的人對於川普開戰最新民調支持率暴跌了48%，這麼嚴重的一個後果。那所以我們特別來看到說這一場演講，賴老師怎麼看？那對於傳統的共和黨人，對於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對於接下來的選情，賴老師又怎麼看？哦，這影響很大，對於川普的選情，還有最主要是共和黨的選情的期中選舉嘛，11月份馬上要開始了。他本來就沒有民主黨的票，獨立選民啊也很明顯的啊不再支持他了啊，所以在這一次我們看到啊 No King 的活動裡面啊，有3200場，超過900萬人。第一次的活動在去年6月發生，500萬人參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動在10月發生，700萬人。這一次就已經超過900萬人了。然後第一次的活動就在大城市，這一次的活動是已經到社區了。第一次的活動大部分都在蘭州，這次的活動不但到紅州，而且到搖擺州，像賓夕法尼亞這個地方都已經動了啊。過去川普在賓州裡面拿到的一個小社區，他的這個選票是拿到66%，可是這次走上街頭的人數不在少，這都反映出一個什麼樣的訊號？就是說，民主黨的、獨立選民的，甚至連很多的共和黨人都跳起來反對，所以共和黨的大咖他們自己都跳出来說情況危險了，因為如果按照這個情況再走下去的話，他們在這一次的期中選舉穩輸無疑，穩敗，不但是參議員敗、眾議員敗，甚至連州長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選都可能會敗。那如果國會裡面參眾兩院都敗的話，這個對於川普來說是絕對不但頗壓，
而且還會面臨被彈劾的問題。那你想對川普來講怎麼辦？川普就必須要給自己找一個下台階，趕快下車了。可問題是他現在下不了車啊。那下不了車，因為最早他的任務，他認為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讓你屈服，你就願意跟我談和。那怎麼樣讓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斬首行動。那斬首行動成功了，可是伊朗沒有被屈服啊，因為他們的接班人馬上就上去了。那殺了那麼多人，接班人上去，斬首行动沒，那現在他該怎麼辦？給自己找一個下台階，因為伊朗已經很明顯的，我不給你下台階，我就是不給你下台階。第二個，他回過頭來找盟友，可不可以給我下台階？例如說，盟友都擁在他旁邊，那就是代表他戰爭還有正義性嘛。結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個距離，是這個歐洲，整個歐洲北約都說這不是屬於我们的戰爭，我們不願意介入。那在這樣的情形下，他顯得越來越孤單了。所以他在國際間被孤立，他在盟友間被孤立，他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他在聯合國沒有得到授權，所以他是一場不義之戰。這麼多的負面的新聞全部都出來的時候，然後伊朗還是堅持不給他下台階，他到底該怎麼辦？他給自己下台階嘛？我贏了，我贏麻了，我就是勝利。你怎麼說？政權更迭的，你政治學家再怎麼出來說，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說了算。對，我說政治更迭的政治更迭，好。我說海空軍被摧毀了，你要說海軍還在啊？不，我說了算，海空軍被摧毀了，無人機已經沒有了，還在飛啊？沒有，我說了算，沒有就是沒有。導彈還在打啊？沒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沒有了，它現在短時間做不出來，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來嘛。所以他現在是絕對沒有，將來也不見得會有。好，所以我全部都勝利了。那你說？可是你講的都不是事實啊，沒有關係，我勝利了，所以他給自己準備好下台階。那目前來講就是怎麼樣拍一場大戲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萊塢的導演跟攝影師都派過去了，到時候登陸的時候就拍一場大戲，轟炸的大戲，登陸的大戲，南岸登，北岸下，剛剛好結束，是開心的不得了，拍大戲，拍完了以後在影片上放，川普第一名，勝利了。勝利。好，川普他自導自演的自己拍的這場大戲，但是呢，現在看起來是不是如老師剛剛幫我們看到了嘛？這盟友不賞臉，尤其現在是在荷姆斯海峽的問題哦。川普還說呢，要這些盟友自己，你們要油的話，要麼跟我們美國買，要不然自己去搶油好了。接下來怎麼解決？寬哥怎麼看？川普是嗆英國啦，就說你們缺油哦，你們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峽自己去護油哦，自己去搶哦。那我們要把這個大架構現在跟各位談清楚哦。美國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國家，但也是進口油最多的國家。那可能很多觀眾會說，奇怪了，他幹嘛幹這種事呢？這要談論到政策的問題哦。在科技還沒有那麼發展的一個時代，1950年代的時候呢，那時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會用完，所以美國我們就不揩自己的油。我們有錢嘛，我們就跟全世界買。那時候跟誰買最多呢？跟委內瑞拉買最多，所以美國他們在波斯灣所有的煉油廠，那個都是重流質的煉油廠。簡單的說，那個油廠沒有辦法煉中東的油，所以他說他不買中東油，是因為油不一樣，油有分為輕質油跟重流質油，這個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們因為那時候對伊朗經濟制裁的時候，有4個國家是劃外的，就是說你不能夠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國、台灣、韓國、日本是可以跟伊朗買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輕質油，所以我們台灣的中油，我們台灣的那個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為什麼呢？很好煉。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因為講到這個之後，就要談論到全世界的一個局勢了。沒有想到有一天美國它出現了頁岩油，它又發現了很多的一個油井，結果連以色列都發現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發現的那些油井，據說目前已經開了3座，未來還會開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來130年的油，各位。自給自足絕對夠，加上他們有很強大的一個能源系統。那談論到這個，很多人就會說，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呢？因為油很重要。各位還記得嗎？1月份的時候去委內瑞拉，為什麼抓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隻手一伸，all the gasoline 啊，全部都是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沒遮哦，他今天那個19分鐘的演講當中，他還是談石油哦。但現在油就麻煩了，為什麼油是麻煩的呢？例如說我們在亞洲的話，因為我們距離中東近，而且長期我們的油都是用中東的油，用習慣用好的油，所以我們拿到困難的油，我們沒辦法煉啊。各位，我們沒辦法煉，韓國也是，日本也是。
那過去日本他們用薩克林線還從俄羅斯可以來，可是後來俄烏大戰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麼辦呢？簡單的說，這是一場大棋。什麼叫這是一場大棋呢？未來的買法全部都要改变。未來的買法就是不能再從中東進包括6成到7成的油了。未來要各地同時來買，可能要排說跟那個足球賽有點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們來看看目前台灣的策略哈。台灣的策略，卓榮泰院長已經說了哈，我們目前5月底前，我們不缺油，我們也不缺天然氣，但目前缺的是塑膠袋。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議價，我們就議價去買。那當然議價去買，中油承擔，後來還是要全民來補貼。我覺得這個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來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購買真的很重要。為什麼呢？日本跟韓國的半導體廠現在是哀哀叫啊。他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特殊氣體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說，那為什麼台灣的台積電沒這問題呢？各位，原來這個問題在2022年就發生了。2022年那時候，因為俄烏大戰的過程當中，很多半導體需要的特殊氣體從哪裡來？天然氣提取的過程當中，分離油氣，凍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體煉出來的時候，那時候有所謂的氦氣。然後呢，很多的鋼鐵廠他們在煉鋼的過程當中會分離出很多特殊的氣體來，這些氣體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後，就可以給半導體廠用。但俄烏大戰那時候出現一件事情，有錢你都買不到。所以我們台積電那時候就想說，不行了，該貴要給人家貴，所以台積電就分開購買。所以這次台積電說得很清楚了，台積電說我們目前的氣6個月通通都夠。結果韓國說，哎呀，可不可以一點點分我們？可不可以再暫時啊，還分你們啦？韓國說他們的氣目前只能夠撐2個月，原因就在這邊哦。但就未來來說的話，如果美國他們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話，這次在戰爭當中，當然他戰爭也花了很多錢，但這是有很多國家是緊急去跟加拿大、美國、墨西哥跟澳洲買油跟買天然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水很深。未來的國際局勢會怎麼變，都看戰事未來會怎麼變化。能夠停戰最好，如果不能夠停戰的話，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氣受損，股市會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變少了，你會支持這場戰爭嗎？好，我們現在看起來，川普就是打到現在，其實也已經不管了，就撒手，然後讓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問題自己去給盟友們自己去解決，自己去想辦法去承擔後續的風險等等。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的是說，這一些波灣國家一定是在這場戰爭裡面看在眼裡，他們認為說美國已經不可靠了嗎？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台灣的首個國家現在準備參戰了。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國家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披露，說是阿聯酋啊，接下來要協助美國了。阿聯酋呢會成為第一個在遭到伊朗攻擊之後正式加入參戰的波灣國家。等一下請將軍來幫我們盤點一下他的軍力到底如何？現在根據最初步的了解，中東它這邊算是最精銳的高科技軍力，主打防空跟這個空軍。然後呢，它有配備 F-16跟薩德系統等等，也有實戰經驗。重點是它的整體兵力大約是58000多人，其中陸軍是最多的，等於是一個有錢又能夠打的海灣國家。那其實，在它這樣的消息一傳出來之後，伊朗它是立刻就攻擊了阿聯酋，當天遭到伊朗無人機攻擊，共造成11人死亡。將軍怎麼看？其實阿聯酋這個國家哈，它土地面積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萬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來的人哦，不是都是他們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認為這個國家它會團結嗎？你再看這個名稱哈，阿聯酋為什麼叫阿聯酋？阿拉伯聯合酋長共和國哈，就是很多個部落聚集在一起，我們組織一個國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當然，這個中東地區不只是阿聯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達這些，包括甚至於沙特，這些都是王公大爺的國家。我跟各位報告，只要有錢就不會想打仗哈。這個阿聯酋哈，它的武器裝備我大概跟各位介紹一下，非常的豪華哦，它那個陣容非常好。它除了空軍來講，它除了有 F-16的戰機有77架之外哈，它還有幻象戰機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訝異，它還有 F-35戰機，還有50架。你說豪不豪華？那地面部隊來講，它的戰車哦是法國這個第一線的戰車哦，叫做勒克萊爾戰車。除了這種戰車是主力戰車有390輛之外，它還有 M1 戰車，也是美軍都是第一線級的戰車。那當然，它在這個地方海軍其實海軍實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說它的裝備確實是非常的豪華。可是你要知道哈，這個
這個你說如果說是要打仗的話，他是完全沒有作戰經驗。但你反觀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它從不要說以前它是波斯帝國時代，就說近代來講的話，它剛打完這個兩伊戰爭，它兩伊戰爭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後人海戰術都打出來了所以海灣國家不只是這個阿聯酋這個現在他出來講說要協助美國參戰，我覺得最大一個可能就是怕美國脫身走了，那沒有關係，這個小弟我繼續加入你的行列，繼續來幫你打。這有一點像什麼？就是有一隻這個大狼狗帶了一群吉娃娃那大狼狗被打敗以後，被咬傷以後，這個吉娃娃在後面幫忙這個吶喊這個我來幫你打，我來幫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灣這些國家，我跟各位講這個第一個我們講這個海灣這些產油的國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時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時間？就整個國家被伊拉克併吞掉嘛？大概6個小時從早上出發到中午，連走路都比走路都還快。中午12點他就徹底投降了。我們講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裝備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經常被這個胡塞無人機攻擊，最後靠誰來保護？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們台灣那時候都組織大幕遠征隊去幫他保護他的油田，他還跟中國買他的這種無人機打無人機的装備叫激進狩獵者來保護他油田。所以海灣這些國家，我覺得他如果說是要這次講說阿聯酋說要幫美國打仗其實是要把美國拉在這個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幫你撐腰你不要怕，我繼續幫你。但是那種場面確實是如果說看在懂得軍武的這種軍事的這軍迷眼中真的是笑話一則。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這個伊朗川普吃癟要撕開北約。我們今天也會來看到的是他怒嗆要退出，逼出歐洲自己上戰場。但是我們看到英法這些盟友他們並不吃這一套，西方體系全面的崩解嗎？今天一起來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現在呢最新的說法是說，川普痛批北約，他認為北約根本就是紙老虎所以呢，其實川普目前是有在考慮是說要不要美國乾脆就退出北約好了。當然了。其他人就跟着附和了，是包括了赫格塞斯國防部長跟盧比歐都說呢，不排除退出北約，並且呢施壓歐洲這些盟國替荷姆茲海峽說，你們再不幫忙護航的話，我們美國就要退出北約了。那川普真的持續的痛批他的盟友，認為說這些歐洲國家是很無能的。他說了哪些呢？他諷刺英國的航空母艦就只是玩具而已，說英國你要油的話自己去搶吧，還說呢。施凱爾真的是非常的懦弱。再來就是針對法國了，他說法國也是非常的沒有用，警告美國會記住這一切的。德國呢，他也嗆德國，烏克蘭戰爭也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還不是照樣幫你。再來針對西班牙，他就說呢，我們接下來會採取對你的貿易措施作為回應，會考慮切斷我們彼此之間的雙邊貿易。他也罵韓國，說拒絕護航荷姆茲海峽。並且罵日本，說日本你應該要去護航的，並且強調你這邊有90%的石油都可是依賴荷姆茲海峽針對格陵蘭的問題，他也這邊說了，加拿大他這邊也有非常多的這個口水他說加拿大要讓它成為美國的第51州，我們可以看到他真的一直不斷的在得罪他的盟友。好，針對這些說法，我們看到說川普說要退出北約，是立刻有人反對了。他是共和黨的參院大佬，他是麥康奈，他結合了民主黨的參議員，2個人一起來對川普嗆蝦，聯合聲明嗆說，北約是一個史上最成功的軍事聯盟，怎麼可以退出呢？過去70多年來，一直都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的安全基石。華爾街日報也點出了，總統如果你要退出北約的話，法律上沒有這麼簡單的，需要2/3的參院同意才可能退出。這個才可能，或者是國會通過這個新的法案。賴老師怎麼看？他不斷的拿盟國做威脅，還有這烏克蘭的問題勒索，能不能奏效？當然不能奏效。我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去見習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它分成2部門，一個是軍事部門，一個政治部門。我那時候是在軍事部門見習，我們參加了歐洲的北約的一些軍事會議啊，我也在歐洲的國防會議去出席開會啊，當時是以專家的身份進入歐洲的國防會議，跟他們討論整個國際的戰略局勢。我也在法國的國防高等研究院參加過他們的這個沙盤推演，打了2個多禮拜啊，那時候都在研究歐洲的戰場。美國怎麼可能會退出北約？不可能的。你看，川普叫了半天，赫格塞斯叫了半天盧比奧也叫了半天，可是你沒有發現沒有一個北約的國家出口說不要退啊？沒有一個國家挽留這代表什麼意思？不是他們不想美國留在北約，不是，美國在北約很重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整個軍事的部署結構跟營區，跟我們台灣的清泉崗是有點類似的。那也就是說，按照美規來建立的，都是按照美規，跟歐洲的軍營不一樣。我到歐洲的國家，例如說到法國或是其他國家的軍營，跟到這個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的軍營所看到的是不一樣的結構因為一個是按照美規建立起來的這個軍營的方式，跟他的這個辦公室跟沙盤推演作戰指揮室，一個是歐洲的這種傳統的以這個大石塊建立起來的，是完全不同的。好，那為什麼我會說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跟美國人說不要走，就是因為都知道他不會走，他在撒嬌。你知道嗎？他在撒嬌，說我要走，我要走然後你們留下我呀，留我，今天沒有人留他。那但是他到最後會不會走？不會。我為什麼會很大膽的跟各位報告？第一個就是，如果美國真的退出北約的話，那美國在歐洲的這些所可以使用的軍事基地以後都要付費包括在德國的軍事基地。還有意大利的、土耳其的、波蘭的，還有波羅的海的這些所有的軍事基地，它全部都要撤走。這第一個。那它未來能不能使用，要經過当事國的同意。你要經過当事國的同意，一個外交要協調、要折衝；第二個，人家會說我的風險在哪裡，然後你要給我錢還有第二個呢，就是您不要忘了，他這段時間一直以威脅要撤出北約的方法，逼迫歐洲的國家把它的防衛預算增加到3.5%到5%。那增加這麼多的國防預算的目的在哪裡？就是因為你必須要向我買武器，所以它是他的武器。所以你會發現歐洲的很多的國家，尤其是小國，他們用的武器都是美規的武器，不是歐洲的武器。歐洲的大國像法國，他就用自己的武器。可是問題就在於，如果美國撤出的話，那歐洲的歐盟就會說，我們的軍事組織我們建立起來，我們就按照現有的規模，我們建立起我們自己歐洲的軍事組織，然後我們以歐洲優先。那你買武器裝備都要買我歐洲的。那美國跟歐洲的武器裝備一旦斷了以後，後面的假設歐洲的國家開始買的都是這個法國的、德國的坦克、法國的戰機法國的戰艦、法國的潛艦，那他們跟美國的切斷的話，美國的後勤補給慢慢的就沒有了嘛。美國少了歐洲這麼大的一個軍火工業市場，那很慘了。最後一個就是你的軍人不在歐洲的時候，你的影響力衰弱的時候，你的商品貿易貨物、好萊塢的電影都沒有人看了，你損失才慘呢。美國人會走才怪，我敢保證，美國人不用任何人留，他說我還是要留下來絕對不會有人出來挽留，他還是會說我不走了。所以歐洲似乎早就已經知道是說美國他不可能要退出，不可能會退出北約的，因為這個對於美國來說要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那確實。這個時候呢，歐洲國家就出來嗆聲了。那出來嗆聲的就2個國家，一個就是英國，施凱爾說任何雜音不影響我們的決策，他其實就是暗諷川普啦。那然後再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了，暗諷川普說只會不知道又突然間何時又傷害盟友，是難以預測的。現在其實歐洲內部確實也在考慮是否去美化來討論自主的防衛能力，但是歐洲。如果真的沒有美國的話，他們也準備好所謂沒有美國的北約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
我們先講美國為什麼要參加北約。你看，美國一邊是面臨着大西洋，一邊是面臨着太平洋，所以他不希望戰火燒到他自己的本土。所以在大西洋這邊來講，歐洲這邊主要的威脅來自於當時的蘇聯，所以他參加北約就是防止蘇聯如果說是控領整個歐洲來講的話，戰火即將就會燒到他的大西洋這一岸。那另外大家注意到，其實，在太平洋這邊來講的話，他也一直在扶持他的小弟日本，就是希望說是把中國擋在這邊，那把日本當做他的日本跟韓國當做他的這種在太平洋這一線的防衛力量。所以美國之所以會參加北約，是因為當年的蘇聯不要讓戰火燒到他本土。但是美國在北約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到現在北約的軍費大概有70%是美國出的所以包括到真的歐洲的國家，包括德國、这個法國、这個英國等等這些國家確實是這個軍費負擔的很少。所以川普以他商人個性，他當然不服氣啊，對不對？大家是盟國，為什麼我付70%，你們只付30%，而且你們都在賺錢？你知道這個？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說德國萊茵公司它是出產它的這種豹式戰車，很有名吧？支援烏克蘭戰爭，但是它的豹式戰車，你知道德國只有幾輛嗎？200輛。這200輛是什麼一個概念呢？就是在俄烏戰場上面連塞牙縫都不夠，光打掉的就上千輛戰車。那你德國200輛，你怎麼去應付？如果說一旦真的俄羅斯對你這個歐洲的本土發動攻勢來講的話，你德國、法國根本就擋不住俄羅斯的攻勢，所以他們必須要靠美國。所以因此，這個川普在那邊講說，這個你們要提升你們的這種國防預算經費到 GDP 的5%以上。但是第一個反對的就是西班牙。其他國家也都是虛與委蛇。那你說德國跟法國這些國家，他們有這麼大一個軍工產業，他們在幹嘛？他們在賣軍火，他們不是賣的是自己國防用，他們是拿來賣軍火。其實歐洲北約裡面這個武力最強的反而是哪個國家呢？是波蘭因為他們面對第一線，可能面對俄羅斯的攻擊，所以他們反而來講軍備比較強。那你看越後面這個西歐這邊國家，它反而沒有那種威脅。所以如果說這個那北約其實在這個要不是這場俄烏戰爭這個法國馬克宏自己也親口講過嘛，這北約已經老死了已經變成植物人了。那還好有一場俄烏戰爭，那北約才開始又復活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個川普以川普個性來講的話，我認為他確實是有這種想法他覺得說你們這些盟國都在占我便宜，那現在打仗了，就你們也不幫我打，就讓我自己一個人在前面這邊，然後這個去面對這個打通荷姆茲海峽，你們在後面坐享其成所以他就講這句話嘛，要油的話你們自己去搶，對，最難的部分我打完了，剩下你們自己搶。那你們如果不敢去的話，那你來跟我美國買，他最後還是要做生意，還是要賺錢。是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呢，非常的不滿北約，覺得北約一直在吃他豆腐。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目前有人站對美國的唯一國家，當然就是以色列了。那以色列最新呢，他已經說要全面終止和法國的國防協議，看起來就是要站對美國啦。因為對於這個英法不幫忙美國打伊朗這件事情，他感到非常的不滿。美國現在是不是在自己瓦解他的同盟的體系？全球格局接下來如何重組？那康哥又怎麼看？簡單第一個法國的話不用聽法國馬克宏快下台了，6月要選舉了法國還有得亂了，所以法國就先擺一邊我們來談一些比較新的一個事10天前，韓國突然間慌了，為什麼呢？目前保護首爾的那一套叫薩德系統那薩德系統呢，因為那個是美國的，美國說我就放着給你用。結果呢？美國說現在中東很需要，那我們現在很急，所以就把薩德系統給拿走了。拿走之後，李在明呢連挨都不敢挨。那為什麼呢？你也沒挨的義務嘛，那也不是你買的，那人家捐給你的嘛，就搬走了7天前，歐盟有一批已經撥款的錢跟美國，那美國那個錢呢，那個軍武呢是要到俄烏戰場去的。結果呢，美國說現在中東很需要武器，那真的很需要武器據說單現在愛國者飛彈已經打掉1000枚了。1年只能夠做600枚現在已經打掉1000枚了，所以就把歐盟的武器又搬過去。所以現在呢，全世界各位都在看中東可是這時候看中東的時候，大家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因為剛才2位包括將軍、包括老師都在談川普頭腦在想什麼？各位，川普是一個自我利我主義者，所以川普學派的部分的話，他們談論到了一個就叫做川普主義。那川普主義就是什麼呢？就是我不跟你做朋友，我們中間只有利益。那利益當中呢，我們就要來選。
你對我好，我就會對你好啊。你對我不好的話呢，我一定會狠狠的還回去。所以各位，我們今天早上特別在星期四早上，你就看那個川普的演講。川普的演講我大概看了5分鐘，我大概全部他講什麼，我大概就猜完了哈。美國軍人好厲害，這場戰爭我們會贏。美國科技超棒棒，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經濟沒問題，不會有通膨。再來的話呢，我們會在未來取得勝利。結果後面他講的那些話讓全世界動盪嘛。他說未來的2到3個禮拜會給伊朗地獄般的一個攻擊，所以這段話的話，後面台股後來就大跌了600多點嘛哈。但我們現在要討論一件事情哦，過去歐洲很重要，現在其實歐洲也重要了。如果我們把經濟體一個一個拉出來的話，美國現在是最大經濟體嘛，第2大單一經濟體的話，各位是歐盟。那第3大單一經濟體呢？現在中國跟印度都在搶，兩個人都說它是第3大或第4大，那沒關係啦，反正2國就調來調去哦。但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哦。在過去1980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最大的敵人叫蘇聯，各位還叫蘇聯哦，不是俄羅斯哦，是蘇聯。那個時候雷根的策略就是跟柴契爾夫人，這個隨便你們怎麼翻譯都可以哦，結盟。所以那時候美國跟英國的關係非常非常好。可是現在呢，目前來看的話，俄羅斯以現在全世界以經濟體來說的話，各位它連前10都排不上。但當然軍事它有一定的一個實力哦，所以這邊可以先放下。所以它目前未來的目標，各位主戰場在哪邊呢？可能是在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的部分的話，我們這次從川普跟高市早苗這次到美國去的一個會議當中，我們就可以判讀未來的川習會中國的採購金額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貿易額。那為什麼呢？高市早苗這次到美國去之後，單採購額買了762億美元的各式商品，這當中還不包括核子的電力跟科技合作系統哦。目前的 SMR 就是小型的模組化的核子反應爐，這個未來的一個發電模式，他們說他們未來還要提300億到400億美金的一個合作案哦。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呢，主結構架構從過去的歐盟的一個架構是往整個西太平洋在前進的，這是第一塊。但我們要跟各位談論到，就是說目前以美國來說的話，正在主動瓦解自己的同盟關係嗎？對，為什麼是對的呢？我們來說哈，現在連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懵了。過去是誰提起所謂的美加墨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美國那時候可以從這2個地方取得更多的人力，取得更多的資源，取得更多的零件。就現在呢，川普上來呢，第一件事情桌子一翻，說翻就翻啊，你的賓德啊。那賓德現在後面該要怎麼辦呢？這個我們就邊走邊看哦。但後面我跟各位說，這個有解方，你知道怎麼解嗎？因為很簡單，川普他已經是第2任了。川普現在已經做超過1年半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未來的2年半先忍過去。但後面美國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這2天大家在討論的，美國現在的國債已經來到了35兆，接近36兆了。單單那個利息成本都會壓死它，所以美國現在很簡單，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可是現在就要先解決中東的問題，所以同盟的問題就先不想了，中東問題先解決完，後面同盟的問題一步一步的再來想。5月的川習會之前，中東問題能不能夠解決，就看中國能夠丟出多少的誘因來了。好，謝謝寬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持續關心到的是中國現在幫川普收拾他的爛攤子嘛？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這個中巴提出來的5點和平倡議，打造希望中東能夠有一個全新的秩序。另外一方面，在這場戰爭當中，等一下會來特別看到的是俄羅斯成為裡面最大的受惠者，現在狂賣石油哦，還修理日本不賣石油給日本，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荷姆茲海峽現在是站在能源的危機邊緣，在此刻突然間，終於是有中國大陸的角色突然間出手了。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呢，跟巴基斯坦的副總理在北京發表了共同的一個宣言，他們說接下來要恢復海灣和中東和平穩定，一共是5點倡議。稍微來看一下細節，中巴呼籲是立刻趕快停火，啟動和談，並且呢，讓伊朗跟海灣國家的主權領土能夠完整，國家獨立，確保非軍事
的目標安全。再來就是還有這些海水淡化啊、電力啊、核電廠都要穩定的發展，不能受到攻擊，並且確保所有航道的安全，還有呢，確保聯合國憲章它的地位。所以節目一開始也特別請教賴老師了，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出手，並且剛剛提出來的5點的倡議，接下來能夠打造新的中東秩序嗎？有沒有一些效果？賴老師怎麼看？5點倡議，我想是不只是中東地區，或者即使是非中東地区也都会同意，也都會支持的，但是它不容易操作。為什麼不容易操作？理由很簡單，第一個就是伊朗要的是全面停戰，而不是暫時停戰。暫時停戰對伊朗來講，他會擔心考慮這個剛剛這個閔寬兄他所提出來的有關於美國的這個愛國者或者是防空導彈的生產能力。那一旦如果美國它恢復它的生產能力，然后能夠滿足這個以色列或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需要，它恢復了防導能力的話，那伊朗的穿透力就會減弱，它的軍事產生的毀傷效果就會減低。所以對伊朗來說，它不要暫時停火，它要的是全面性的永久停火。那這個就不容易操作了，因為他也會擔心說你是這個對於伊朗對於美國跟以色列是有利的。這個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於，例如說你提到航道安全，航道安全，我想這是全世界都共同的主張。那對伊朗來講的話，他說我現在已經被我封鎖了，那我要交出來的話，你要拿什麼來交換？所以不是過橋費的問題，過橋費可以不用收，但是問題就在於要解除對我伊朗的所有的制裁。如果美國不解除可以，那美國就是不能通過。以色列不解除可以，以色列就不能通過。但是所有的國家如果都解除制裁的話，你都可以通過，不用付費。但是你要解除对我的制裁，我想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在操作上可能會有困難，但是這5點主張應該會得到全世界除了美國跟以色列以外所有的國家的支持。但是我覺得要過橋費這個部分，通道的部分要拿什麼來交換？好，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寬哥。另外，為什麼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出手，跟油價有沒有關係？還有這個航運大亂有沒有關係？現在全世界都說是 G2 啦哈，那 G2 的話就是2大強權。那目前2大強權的話很簡單哦，現在全世界大概也不會有異議，就是美國跟中國。那美國跟中國這次以伊朗來說的話，其實來到這個時間點，中國一定要展現它的大國的一個角色。那為什麼呢？一個一個來說哈，我們現在說談論幾件事情。打仗打了1個多月之後呢，因為荷姆茲海峽一直是封鎖的嘛，但期間斷斷續續的，各位你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國家的油船是可以過的？中國。那中國油船可以過完之後呢，後面呢，伊朗他們就做了一個順水人情哦，他們就說，哎呀，我們穆斯林啊是非常講究兄弟情的，所以我們有6個國家呢，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所以這6個國家呢，我們也會讓它的油輪陸陸續續的過去。所以呢，後面各位幾艘油輪過去了呢？22艘過去。這當中呢，帶頭的是中國，然後後面呢，包括了印度，包括了巴基斯坦等等的，這個就陸陸續續的就船就過去了，就成型了嘛。成型完之後，後面呢，那個時候的伊朗就說了哈，以後的船呢，其實可以過來談，那當然要付一點過路費哦。那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地方很尷尬，30公里。那30公里呢，10公里屬於伊朗的，另外10公里屬巴林，所以中間10公里能過。中間10公里能過3公里的地方又是中立区，所以各位左去右回，中間就剩3公里能夠互通。那互通的過程當中，就算你是航母過，各位也沒招啊。那為什麼呢？不管任何的大船到中間都會變得非常脆弱，而且上面還有水雷，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回頭來談中國，中國最近有幾件事情哦，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中國現在經歷了一個非常大的 M 字型的一個經濟。也就是說，他們的傳統經濟在這個地方是瀕危的哦，包括過去的製造業，包括了成衣啊等等的，依靠人力很多的一個部分。但中國現在有一件事情是讓大家覺得，怎麼會這麼奇怪、這麼誇張？而且他們目前來看的話，還持續在向下修正當中。各位，電力為什麼呢？全球都缺電，這個大家都知道哈。那目前以中國來說的話呢，他們就是第一個新能源車 AI。還有目前唯一說他們已經發展出小型 SMR 的就是中國，而且中國說他們已經拿到訂單，那誰跟他買我們不曉得哈，這我們目前還在追蹤當中。所以中國其實在大國博弈當中一定要有角色。那這次各位請注意看哦，美國跟
以色列去打了伊朗完之後，沿路要跟誰討救兵？跟歐盟討救兵嘛。那跟歐盟討救兵，歐盟有理他嗎？歐盟其實也沒辦法理他。那為什麼呢？歐盟其實你如果仔細去觀察，每個歐盟國家都有它各自的痛。要麼就是經濟有問題，要麼就是人口的一個老化，要麼就是政治上有很大的一個危機。所以簡單的說，雙手一拍，沒辦法。所以川普對歐盟很凶哦。可是各位仔細看，川普有沒有對中國說出什麼不好的話？沒有嘛。那為什麼沒有呢？因為很簡單，5月就要川習會了，2個 G2 的要坐下來。所以川普對中國只說了什麼呢？我們要去你們家拜訪，未來希望習近平跟彭麗媛也可以回到美國來回訪，我們好好的來招待你嘛。所以這當中會有什麼可以談的？但現在其實川普會把目光放到中國的身上，那為什麼呢？川普其實在星期四早上的一個說法已經很簡單了，他想退場。怎麼退場？如果這個時候中國能夠擺出一個好的一個架子，好的一個樓梯，讓美國慢慢的走下來，雙方各退一步，原油的價格能夠降下來的話，中國在這個地方它是有發言權，而且它是有敲動槓桿的實力的。好，中國在這個時候突然間擁有了這個主動權哦，在這一場的戰爭裡面，成為一個比較能夠穩定的一個國家，穩定國際局勢的一個國家。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講的嘛，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其實現在這一場戰爭裡面受惠最多的就是俄羅斯。那俄羅斯它因為呢這個油價不斷的高漲，所以美國已經放寬了，是說各國可以去買俄羅斯的石油，達到這個石油的制裁停止放寬，大約是30天。那確實現在很多的亞洲國家就去跟俄羅斯買油了，包括了印度、菲律賓、泰國、印尼、斯里蘭卡，還有呢就是本來跟這個中東買石油達到70%這麼多的南韓跟。另外就是跟中東買石油高達96%的日本，現在也求着希望能夠去跟跟俄羅斯來買石油。但是呢，俄羅斯的外長是立刻放話了，對於這些跟我們不友好的國家的話呢，我們是不會供應的。他就是在對日本喊話。在俄羅斯裡面獲利的部分，大約一天呢，從這個中東戰事收取的這個費用高達了7.6億美元，光是石油這件事情成為了最大的贏家。那中東危機如何幫俄羅斯在這當中是否看起來可以解圍嗎？將軍怎麼看？真的是日本這次回力鏢又打回到自己。在2022年的時候，因為俄烏開始開戰，日本就站隊美國。那時候不止光日本站隊美國了，包括歐盟、包括韓國、包括到新加坡其實還有一個國家就是我們台灣也一樣站隊。那時候都被俄羅斯列為不友善國家。那現在這個換俄羅斯拿翹了，因為美國開放，為了說這個因為伊朗的海灣的油運不出來，那為了平抑油價，它就開放所有國家就不再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的禁運跟制裁，開放大家都可以去買。這個時候變成俄羅斯反過來變成他要賣給誰就賣給誰。那當初對不對？你們這個因為參加美國對我制裁，對我經濟封鎖，這時候看我臉色的時候，我不賣給你就不賣給我。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我們台灣是不是那時候被列為不友善國家？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跟俄羅斯買油？這其實跟我們比較切身有關的，我倒是蠻擔心這件事情。那當然特別指明日本，是因為跟東北亞局勢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日本自從高市早苗上任之後，到現在積極的想要恢復所謂他們的軍國主義，所謂的無核三原則，他想要改變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看到中國跟俄羅斯在這方面來講是積極的這種對日本採取這個反制的措施，包括到我們看到中國跟俄羅斯聯合好幾次的所謂的戰備警巡的巡航，尤其是高市早苗第一次上台發表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的時候，那時候俄羅斯跟中國，然後你看它空中的戰備巡航，一個是走過日本的東邊，一個在日本的西邊。除了這個之外，俄羅斯跟中國艦隊也好幾次穿過日本的海峽。